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世界科幻巨著《龙蛋》第3集，作者罗伯特·福沃德。宇宙中一颗超新星爆发，形成了一颗中子星，并向太阳系飞来。中子星以每1万年1光年的速度漫步，悠然接近太阳系。50万年前，中子星诞生时，那场无形之火催生了地球上的智慧生命。这些智慧生命逐渐成长，如今已经开始认真研究天穹。中子星闪出白热的光，但它太小了，人类裸眼是看不见的。中子星的温度比太阳还高许多倍，但它并非一团热气。正相反，这颗恒星的重量场有670亿个 G， 于是滚烫的物质就被压缩成固态球体。致密的核心部分是液态中子，厚实的地壳则是由富含中子的原子核紧密排列形成的晶核。随着时间推移，恒星温度下降，体积收缩，致密的地壳破裂，山河断层被推起。这些地表形态大多只有几毫米高，不过较大的山脉高度将近10厘米，峰顶戳穿了金属蒸汽形成的大气层。最高的山都在东边和西边的磁极附近，因为落到恒星上的流星物质大多都被磁场引向那里。自这龙蛋诞生起，它的温度就逐渐下降。在炙热的结晶地壳表面，富含中子的原子核现在可以形成复杂的含环化合物了。地球上的化合物利用的是微弱的电分子作用力，这颗星上的化合物却是利用强大的核相互作用力，所以其速度是核水平而非分子水平。在地球上，每微秒会出现数种不同的核化学组合，在这颗中子星上却是每微秒数百万种。终于在1万亿分之1秒的时间里，命运被写就，一种核化合物形成了。它有2个重要特质，一是稳定，2是能够自我复制。白热的中子星继续接近太阳系，不过依然不为人眼所见。有一个小小的温度区间最利于核生命传导。现在恒星的表面温度降到了这个区间，最初那种自我复制的核分子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它们以较简单的无生命分子为食，对食物的竞争现在越发激烈起来。覆盖在地壳表面的大量原始食物很快就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团团饥饿的细胞。有些细胞团发现了一件事，它们的顶面朝向寒冷漆黑的天空，底部则与炙热的地壳相接触，顶面的温度总是比底部要低很多。于是他们用细胞支起顶盖，使其脱落地壳。这么一来，他们就等于在深深扎进滚烫地壳的僵硬主根与上方凉爽的顶盖之间制造出热引擎，借此获得了有效的食物合成循环。顶盖真可谓工程奇迹，它利用内含超强度纤维的硬晶体形成一个12点的悬臂梁结构，对抗恒星670亿个 G 的重力，举起了上层那薄薄的皮肤。当然了，植物的梁结构不可能把顶盖举得太高，哪怕植物宽度达到5毫米，它也只能把顶盖举到毫米的高度。植物也为顶盖和支架付出了代价，它们无法移动，只能留在自己扎根的地方。在恒星的许许多多个自转周期内，恒星表面都毫无活动迹象，只偶尔有某株植物从悬臂梁尖端喷出花粉，接着就是附近一株植物尖端的膜片收缩。再过许多转之后，会有成熟的种子荚落下，并在持续的风中翻滚到远方。一次转动中，一个翻滚的种子荚撞上一块地壳，种荚破了，种子散落，其中几粒开始生长。有一粒种子长出的植物是最强壮，很快它的顶盖就升到了高处，遮蔽了动作比较缓慢的兄弟姐妹。下方是恒星释放的热量，上方是那株植物的底面。其中有一棵幼苗，当身体机能开始失灵时，它却另有一番际遇。植物体内有种突变酶，通常的作用是制造并修复支撑顶盖的最体结构。可是当有机体濒临死亡时，发生变异的核化学作用却令这种酶发了狂。
反而溶解了本应保护的晶体结构。这株植物变成了一大袋枝叶和纤维，顺着自己扎根的缓坡滑到了一个新的体栖地。那12个花粉喷嘴原本因为负责为顶盖寻找最佳方向而稍微具有感光性能，现在它们转到了最上方。有机体脱离了大植物顶盖的遮挡，误入歧途的酶也重新控制住自己。植物扎下根去，重建顶盖，接着又释放和吸收了许许多多花粉。这株可移动的植物有许多后代全都能溶解自身僵硬的结构。假如周围环境不能最大限度地利于生长，它们就会离开。很快，最早的动物开始在中子星表面游荡，它们从不会动的表亲身上窃取种子荚，同时还发现恒星上有许多好吃的东西，最好吃的莫过于彼此。中子星的动物是从这里的植物发展来的，它们也只有5毫米宽，不过缺植物那种僵硬的内部结构，所以就被重力压扁了。10个能感光的花粉喷嘴和膜片变成了眼睛。动物可以在身体任何地方长出骨头，大多数时候它们的骨头只是悬臂梁的退化形式，用眼柄把眼睛支起来，好看得更远些。但只要稍微集中精神，它们就能在皮囊内的任何部位形成骨头。不过形成骨头的速度要以质量为代价。骨头完全是由动物的体液结晶而成，其中并不含有令植物结构超级强壮的那些纤维，后者花费的时间太长了。动物与植物不同，它们必须与恒星的磁场抗衡。植物静止龙蛋不动，所以它们的身体被沿着磁场线撑成扁扁的椭圆也无所谓。动物的身体也被撑成扁扁的椭圆，不过它们的眼睛也同样被撑长了，所以它们感觉不到身体的扭曲。然而动物发现横跨磁场线比沿着磁场线走要困难多了，大多数动物都放弃了尝试。对它们而言，世界几乎是一维的，行动容易的方向只有东和西，朝磁极走。漫长的时间过去，中子星表面到处布满植物和动物。有些比较聪明的动物会仰望漆黑的天空，它们会看见有光点随中子星的转动缓缓穿越这片黑暗。它们会思考，这些光点到底是什么？南半球的动物更会看到一个特别明亮的光点，永远固定在南极上方，那是地球的太阳。它尤其令它们大惑不解，它的光那么亮那么近，所以不像其他光点一样闪烁。不过动物只是把这颗星星当作方便的航灯，用以补充磁场的方向感，此外就不再把那奇怪的光放在心上。中子星上的食物充足，经历了原始生命、植物、动物的演化过程，最终诞生出了智慧生命奇拉。奇拉身体扁平，有许多眼睛，并长在身体上方，身体没有前后之分，所以它们很容易就能一面朝着一个方向移动，一面看着另一个方向战斗。虽说每个奇拉都有自己偏爱的一组眼睛，但事实上它们的12只眼睛都一样好用，并能让它们看到周围区域的全景图，尽管这图是2维的。因为无法看到地面上一个物体的全貌，它们竟然用触觉解读结绳记事，用味觉观看图画。每个奇拉也有1-2个自己偏爱的进食囊和排泄孔，并且会在生命中的许多转里形成习惯。但只要有必要，只要一点专注力，它们就能打破习惯，将2者对调。储物囊也是一样，储物囊其实只是未生长成熟的进食囊。一般来说，奇拉皮肤上会有特定区域发展出很好的肌张力和大量触觉末梢，这些区域最适合生成尾足。另外还有一些区域布满大块的肌肉，把它们覆盖在操作支晶体骨架上，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杠杆力。奇拉是通过蛋进行繁殖的，它们的食物来源于某些植物的夹子，或者动物迅猛兽、悠游兽。年龄稍大的奇拉会退休成为长者，去蛋圈照顾蛋和教雏崽说话。
齐拉的名字会和自己的经历或者干过的事情有关。迅捷移动者是第一个学会用武器打猎的齐拉，破花瓣学会用种子种夹子，悠游兽猎手用破碎的龙晶做武器。剑高发现，只要按队列前进，齐拉的移动速度就会变快。由于龙蛋火山喷发，蓝流带着部落迁徙去光神天堂。巨凤是一个有好奇心的齐拉，每吃一个夹子都留一粒种子，他让齐拉学会了计数。由于火山爆发，浓烟挡住了天空，齐拉开始崇拜光神，间接地出现了最高祭司光神使者。齐拉把6颗平准星体称作6眼，把航天飞船称作光神的内眼。粉木是一个先天视力有问题的齐拉，但是他可以看到人类激光雷达发射的红外紫外线，他把其称作光神的赐福，大家尊称他为天选之子。他开始在龙蛋上传播光神之道，修建大圣殿供奉光神，但是粉木最后也在布道中牺牲。齐拉的时间流速比人类快得多，人类的1秒相当于他们的5转，一个齐拉的平均寿命是人类的10几分钟。然而短暂的寿命却抵挡不住齐拉世界的急速发展。当人类在屠龙者号上发现了类似塌陷的地方，那正是齐拉种族所修建的大圣殿，而人类和与这群诞生于中子星上的生命正式展开了接触。